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我现在在四川的青城山。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啊，就是青城山脚下的太平老街，就我身后这条街啊。今天这期视频啊，咱要爬青城山啊。依照我以往的惯例，这爬山之前啊，咱先补充营养。这个老街里头啊，有非常多的美食。但是在吃美食之前啊，看我身后这个像，这是药王孙思邈。这个孙思邈他是唐代陕西耀县的人。耀县呢，离这儿也不远啊。他晚年的时候就云游到了这里，然后在这儿研修医药。然后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，就是他在当地啊，他发现了一个药材，那这个药材叫啥呢？叫川芎。哎，看过上一期视频的这个朋友就无缝衔接了。这个川芎就是上一期视频我在这冠县老街吃蹄花的时候，这个老板娘给我介绍的一个凉菜啊，这个就是也能拌菜来吃，就吃起来脆脆的，这个口味非常的香。所以说这个孙思邈是造福了一方百姓啊，这个百姓就给他立了像，而且这儿跟前还有一座山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就叫药王山。好家伙，前边这个小店人可真多，吃啥的？醪糟，排队的。百年老店，祖传的。我得买这个才对呀。这个好钱别呢？这是10块钱一个啊，10块。哦呀，一份嘛。等会我再转过来。微信钱不够。百年老枣，这个是红糖糍粑，还点了一个这个小菜儿，这豆干。为啥点这个豆干呢？就是因为啊换钱，这个豆干不是他家的产品啊，人家家只卖这2个产品。这豆干在那儿的门口那小店，因为他家呢只收现金，太有个性，真是百年老店。那大多数人啊都没有现金，怎么办呢？就买个这个豆干，然后给你换零钱。这里头这个大块的叫粉子，它是拿江米做的。然后这就是醪糟。四川人啊，形容女性好看、可爱、漂亮，就是用粉来形容，就是粉子。你看这看起来光光滑滑的，很可爱，就是软萌软萌的，就是粉。有人称你是巨粉啊，那就是对你的尊重。味道的确可以，首先还有红糖味儿，然后就是醪糟味儿。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粉子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粉子咬起来啥感觉啊？就是你咬起来想打人。为啥想打人呢？就是它又软又弹又黏啊，你咬起来就感觉浑身刺挠，这种感觉。咬的人呢心里发恨，咬起来很解压。我最近啊，这喝了很多家这个，有的就偏甜，有的发酸，他家啊就是稍微发酸一点的类型。我刚才看啊，这个老板做这个粉子的时候也很有意思，他是一大坨这种干粉，然后拿手这样往里头掰，掰好以后就是这个滑滑嫩嫩的。最关键的是，他那个百年老灶台，好家伙，那个灶台啊，大家好奇这100年的灶台长啥样，就长那个样，远处看感觉都反光，感觉成了琉璃的了已经，太夸张了。虽然在这周围啊，好吃的这个醪糟有很多，但是你想吃这个百年味儿，必须从这个灶台上烹饪出来。这是玄学啊，这个磁场不一样。再吃这个红糖糍粑，那这个就是100%甜味的，不带酸的啊。上面一层黄豆粉，然后这还有黑芝麻的芝麻粉。哇，给它转一转啊，在这个红糖里头泡一泡，这个应该好吃。看样子这个黏黏的，
我发现这个四川人啊，不仅是吃辣椒、吃油厉害，你吃糖也厉害，吃啥都是重口味。你看这个糖黏黏的，哇，滴着这个汁儿。看里头它这个芯儿啊，是糯叽叽的芯儿。啊，这个好吃，香到爆炸。再尝这个豆干儿，红油豆干儿，红油豆泡。先尝这个小豆泡。咱别说，这还挺好吃，香辣香辣的，好吃好吃。就是四川红油的味道，里边还有一些蒜。一碗醪糟怎么能吃饱呢？从醪糟店往前走几十米，有一家卖包子，还有这个牛肉牛杂面的，这名字有意思，包青天。包子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啊，没包子，没了，只有面了是吧？现在就面条烧面条，给我来个那个啥吧，来个牛杂面2两。2两牛杂面要辣椒吗？要。2两牛杂。包子早上才有是吧？包子10点多就没了。哦，卖早餐，行。这是啥呀？这叫啥？川芎。哦，这就是川芎。又见到川芎了。这是川芎。这在这炸的豆腐臊子特别香，包子可惜是卖完了，还有小菜儿，拿个碗打小菜儿，哇，这个胡辣椒特别好吃，土豆丝儿，这个好，莲花白啊，这还有点苦瓜，多打点，这是按碗算的，这一碗5块钱呢，你看。这个是啥呀？这是笋。清水叶子，哎。早上就8个菜，这卖就哦，你看来晚了，早上菜更多。早上菜很多嘛，早上上学的了，上班的了，哦。最后再来一个荷包蛋。这碗面啊，加上这个小菜，吃起来太安逸了。牛杂面，哇，你看这大块的这牛肚啊，一片一片的。这个面条是这种细的9叶面，关键这个胡辣椒，你看这个胡辣椒非常香。它这个胡辣壳就闻起来啊，有点这重庆小面的这个味道，真是川渝一家，这口味都差不多。这个红油啊，把人能馋死，哇，看起来太舒服了。还有这芝麻，看这芝麻非常多。味道相当不错。首先啊，它这个汤本身这个汤就是牛肉汤，然后这个调料又重。刚才这个娘娘做的时候，我说你多给我放点这个辣椒、花椒，我想吃这种麻辣的口味，特别重的口味，好吃。再来尝这个大片牛肚，这一碗大家猜一下多少钱？10块，哇，真是经济实惠啊！
吃两口啊，最关键是把这个蛋给它泡进去，淹死一颗荷包蛋，红油荷包蛋。香。哎呀，这个成都人啊，也不能说成都人，就四川人做的这种小菜啊，太好吃了。所以说你去吃面、吃包子、吃抄手，很多的店里头都有这种小菜，而且是各种各样的。我的妈呀，这个土魔芋啊，绝了！口感很有韧性，吃起来也很香。里边还有酸豆角，好吃好吃好吃。这一定要吃饱，这不吃饱咋个上山嘛？是不是？爬山可是个体力活，你就坐缆车，我听说上去还得走好几公里呢。汤都喝光了，2两的牛杂面。哦，这是现包的抄手了。对。给我再来个抄手吧，看你啥都想吃。给我来个2两的干拌。2两干拌，来好。辣椒要不要？要。2两干拌抄手，对。老麻抄手。麻辣一点。现包的啊，麻辣正，老麻的，麻辣一点啊。老麻抄手。我这些菜关键没吃完是吧？咱得就着抄手。这光顾着我吃了，把摄像都忘了。摄像来一个酸菜肉丝，为啥呢？我看有好几个，包括这大哥都要酸菜肉丝的。再来一个2两的酸菜肉丝。上山之前啊，敞开着吃啊！这个是酸菜肉丝，这是摄像的啊，这个是摄像也可以分一点的这个干拌的抄手。吃抄手我就爱吃干拌，有味儿。哇，你看这红油太香了，红油里头泡一泡。哦，好吃好吃。我替摄像拌一拌这个酸菜肉丝，碎酸菜肉丝炒的这个酱，汤底的味道应该都差不多。我刚才看到有个大姐在后边是现切的这个酸菜，人家给第2天准备的。也不错。好，吃吧。等那天说你老婆吃饭去。哎呦，还没敲锣呢。我看这山啊是上不了了，这条街上这美食也太多了，看见啥都想吃。这人呢？馍馍粑粑啊，在这儿。冻粑有吧？这个冻粑是吧？加了红糖的吗？哦，有，但是有白的，还是有白的。有白的是吧？来一个白的，来一个红糖的。都是冷肉啊，冷肉。冷了没事，就吃冷的。
这个就冻住了是吧？哎，这是冻了的。我还以为白的是凉的，是这样凉着的，不是冻硬了都。冻硬的。那给我来俩这个吧。好，要的。好。这也是加了红糖的。哦，这红糖吃起还好吃一点。闻着挺香的。它非常之入口，哎。行，好嘞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而且哈。最近啊，各种馍馍粑粑都尝了，就没吃这个冻粑，这个还是红糖的，非常松软，它有很多气泡，咬起来呢有点红糖味儿，好吃。咱买这个干啥？主要是怕一会儿爬山，在山上饿了可就麻烦了，上面东西贵啊，关键是那都是台阶儿，一低血糖再滚下来不得了。我拿点儿，爬山。咦，你听，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此身。青城山就在我的身后，这是老山门，咱现在就开始爬山。这个青城山啊，就是《新白娘子传奇》里头这个白娘子的老家。也就是说，你小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啊，那是配音版啊，人家真正的人家这个白娘子说的是四川话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许仙这一辈子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啥呢？姓许的，老娘只数3个数，1、2、3。你看，就拿这3个数啊，这拿捏许仙一辈子。这个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大家都看过，这个故事讲的也比较简单。就是一条四川的蛇和一个浙江男的耍朋友，然后后来结婚了。然后有一个河南的和尚反对这门亲事，啊，然后这个白娘子啊就和这个和尚打架啊，最后闹挺凶，发了一场洪水，把江苏给淹了。就这点事儿啊，就是搬到电视上播，反复播了好多年。就是寒暑假的时候，这小学生都看啊。咱也是受这个影响，来到青城山看看这个白娘子啊到底是怎么在这生活的。你看这树，你看这殿，怪不得这个青城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啊！众多的道观里头，你随便进一座，进来都深不可测。看这建筑，太漂亮了，太震撼了！这么高的树。你看这个环境，那边是小溪，上面就是悬崖，怪不得这个白娘子要选择在这儿修炼，这就是成仙的地方啊！这白娘子绝招啥？小的时候老想学这招，法海看招，法海也不甘示弱，看我的探鱼儿。在青城山啊，坐索道之前还要坐船，非常有仪式感啊。这个船来了，索道就在那边。如果你不坐船的话，你得绕这么一大圈，我就别绕了。我这会儿感觉这体力都消耗差不多了，流好多汗，热死了。这船来了。
邺城湖旅游渡船的动力是靠钢绳牵引，请勿在船舱走动，照顾好老人和小孩。由于船靠岸时会有重击，请您扶稳坐好。Please get off the boat onto the after. 尊敬的游客您好，欢迎您来到美丽的青城山月台湖。全是雾，啥都看不见。看见这一幕，好家伙，尤其是这个雨雾天气啊，就感觉是到了天宫了，是吧？一回头都分不清哪个是人，哪个是神仙。云雾缭绕，腾云驾雾。这上山啊，我就感觉够累了。这还有滑竿师傅，就跟那个轿一样，把你抬上去，滑竿。看我身后这个清幽的环境，拐过来再看这些人。赶紧补充点水。来这个青城山酸梅汤是吧？10块是吧？10块。失算啊失算，这吃是吃够了，喝没喝够，尤其是这胃经、鸡精起坨坨，那吃完了更咸口渴。哦，救命了！在青城啊，这个是有内涵的呀。字面意思比较有含义。为啥说青城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呢？就是因为创教先祖啊有3位，其中1位在此传教，这位呢就是张道陵，那剩下2位，一个是皇帝，一个是老子。在民间啊，老有一种说法，就说学道教就是信奉道教啊，能够延年益寿、长生不老。那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因为啊，据传说这3位啊都活到100多岁啊，据说这皇帝还活到200多岁呢，太厉害了。你看啊，就有很多宗教。你比如说这个佛教、道教啊、伊斯兰教、什么基督教、天主教这5大宗教，只有这个道教它是中国的本土宗教。可以说这个道教是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啊。有的人就抬杠就说不信啊，我就不信教，没有融入我的生活。那就问你啊，你搬新房你是不是得看日子啊？搬新房不看日子，那你结婚你总得看日子吧？结婚我也不看日子，那你总得说话吧？咱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词汇、很多词语啊，都源自于道教。你比如说这个自大自强是吧？什么自知之明，什么上善若水啊，还有什么大器晚成啊等等等等，有很多词，就你日常生活中的词啊，都源自于道教。再说到这个道教可就厉害了，看过《西游记》吧？大家，这《西游记》里头主要就2宗教，一个就是佛教，一个就是道教。
这猴猴呢，刚好有俩师傅，一个就是唐僧，就是佛教的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菩提祖师，然后他呢就是道教的仙翁啊。可以说猴猴的一身本领啊，全是源自于道家，都是菩提祖师教给他的。你看我一般很少拍这个爬山系列的，我觉得累。为啥我就要爬这个青城山呢？就是因为啊，我沿着大路上来的时候，我一边就这样左顾右盼，我就看有没有小路，有小路我就赶紧到这个小路上去。我就想遇到一个白胡子仙翁，这白胡子仙翁看见我，哎，小伙子，慢走慢走，我看你骨骼清奇啊，是一块这个练武的好材料啊，是吧？我准备把我这个毕生所学教给你。如果是别的山，我就会以为啊，要么就是卖课呢，要么就是卖书呢。来这儿肯定不会啊，因为猴猴打了样板了，人家真学了72遍啊。我就问这个仙翁说啊，别的我不想学，我就想学一下这个。这现在可以说到了青城山的山顶了，这就是老君阁。这老君阁拐过来呢，你看没？这还有一个川菜馆，鱼香肉丝58。你就说我不吃饱上来，我能吃得起不？就吃得起也不能吃这哑巴亏啊！这就登顶了，这就是老君阁。那现在是云雾缭绕，然后下点小雨，你看不见。本身站在这儿可以看见群山环绕，非常的漂亮。你别说看见山了，你看见老君阁都看不清，这么大的雾。从青城山下来啊，这会儿肚子又饿了。现在呢，正好是饭点儿啊，我就是压着饭点下了山。你看啊，咱今天是转了一天，上了山下了山啊，还在原地，还没离开这儿呢。要吃的这家店还在这个老街里头，因为这个老街啊里头这好吃的太多了。咱吃个啥？钵钵鸡、卤味儿，还有炒菜。来，张老头，然后那边就是包青天，就这家店。钵钵鸡，2个人。2个人。啊，坐这里。坐这儿行。行。我在哪点菜呢？我给你拿菜单过来。啊，拿菜单啊。还有这大锅炖的，哦，那是卤味儿是吧？这卤味儿。好，卤味儿。卤味儿咋点？看着点。看着点，喜欢就点。哦，我看看。看着点，喜欢哪个？哇，这看啥都想吃。全部都是新鲜的。这个腊肠是你们的特色。对，麻辣的是吧？麻辣的。行行行，给我来一根。来一根嘛。这个猪耳朵能来一半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给你切一半。切一半。这个猪脸儿再切一点，你就看着切吧，俩人反正。行，少切一点。啊。这个是那个糖，很好吃的，肉很嫩的。这个也是猪头肉吗？这不是猪头肉，这是腿，大腿。啊，我想来点。想吃这个可以，给你来点鼻子。这个啥？猪肚。对，猪小肚。来上3个。好。这个是捆肠。对。给我来上2个。啊，来上3吧，我看挺好吃，来上3。可以，在那个来这边。哎呀，这流口水了，离远点儿，看啥都想吃。猪蹄来一个。好，来个。来俩豆干。啊。20。43。猪鼻子最好吃了。这都是老卤汤卤的是吧？对，这个吃热的还是冷的？吃冷的就行。加热。加热也好吃，那就加热，咋好吃咋来。哇，看着太香了，这个颜色。
的特色。哦，对，这钵钵鸡是特色，咱点钵钵鸡啊，这钵钵鸡都不好。钵钵鸡卤菜。不，我就要尝尝你这钵钵鸡。钵钵鸡是按份儿的还是啥？按份儿的。按份儿，那给我来一份钵钵鸡。那个就是钵钵鸡。对。行，我再看还有啥菜。这是啥？蒜苗炒的。蒜苗，这2天的香蒜苗。好嘞，蒜苗炒腊肉，然后这个肥肠血旺。好的。还有个啥素菜？素菜哦，对，这个笋。这个笋。这个笋和竹叶菜都是我们这2天本地的。哦，给我来个笋，这熊猫爱吃的。对，熊猫吃。他们有个种粉鸡，经过熊猫鉴定的，本地熊猫鉴定的笋肯定好吃。这几个菜了？4个了。4个菜。行，好嘞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大姐，来，给来碗米饭。啊，来碗米饭。来碗米饭。哎呀妈！哦，是这样。啊，这个快点。好嘞，谢谢。哎，好。太丰盛了。哎呀，这一下点多了，为啥？就是因为啊，他家这个菜啊是摆出来的，尤其这卤味儿，你看啥都想吃，看啥都流口水。来到青城山一定要吃腊肉，这就是这儿的地标产品啊，当地的特色。有皮，然后有晶莹剔透的肥肉，还有这个瘦肉。干香干香的，然后咬起来那个皮啊，特别的弹，跟那个 QQ 弹跟皮筋儿一样。你看这师傅这刀工切的也好，薄薄的，薄厚均匀，有肥有瘦。这肥肉进嘴就化了，也不腻；瘦肉也很嫩，瘦不柴，肥不腻。OK， 再来点这个应季的蒜苗啊。跟腊肉并驾齐驱的，就是这个麻辣香肠，它是蒸了一下。青城山香肠，你看它里头也是有肥有瘦，然后加了这个麻辣调料，哇，好香！就是腊肠那个味儿，哇！川西这一带这个腊肠都是这种味儿，太下饭了。关键是它不是很咸，我就喜欢这个不是太咸的，你能吃很多。太咸的吃两下你光喝水。看看这个红油。肥肠血旺，你看这个血有多嫩，它这个血在大锅里头炖的，然后这个肥肠呢，在这个老汤里头冒了一下，哇，你看这一动，咚咚咚，这感觉
闻一下这个味儿，麻辣鲜香，这真的馋死个人啊！这一勺子下去还能喝汤，是不是非常诱人？哎呀，这个四川啊，这个雪旺还有豆花都是特别嫩。哇，太爽了！它这个味道好吃在哪儿呢？就是它很入味儿。啥叫入味儿？就因为这个雪啊，就一直在那个锅里煮着，那个汤它本身也有味儿。这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，我跟你说。哇，这个肥肠，好吃好吃。点这么多肉，咱不得搭配个素的？经过本地熊猫认证的这个竹笋啊，青城山这儿有熊猫骨，也能看熊猫，人这儿也有熊猫，这儿也有胖娃胖嘟嘟，胖娃胖嘟嘟嘟嘟。这笋啊，看着就脆，里头还有泡椒。毫不夸张，这个笋啊，我跟你说啊，都能吃出鲜味儿。这个鲜味儿啊，就感觉跟肉一样。看家菜啊，招牌菜钵钵鸡。它这个钵钵鸡啊，他家叫钵钵鸡，实际这个做法就是凉拌鸡。刚做的时候我看了一下，搁了很多调料，然后花椒，关键是它浇了这个鸡汤，就很浓的那种鸡汤，然后再浇这个红油上去。这个要夹起来，往红油里头给它泡一泡。哇，你看这个油。咱就不说这个油有多香，你就看这个颜色，人家这个颜色都这么好看。哇，这个红油太香了，它辣倒没多辣，但是特别的香。然后呢，就是有豆豉的香味，还有点胡辣椒的香味，最关键是很麻，放了这个花椒在上面，花椒粉。再来这片薄，这个就是越薄越好吃。然后滴着红油，在这头洗个澡，滚一圈。哇！哇！说完味道，再说口感啊，很筋道。它这个鸡煮好以后就挂在那儿，你看在那晾，所以这个皮啊特别的筋，很弹。这个口感，这个外边这个皮啊，甚至有点风干的感觉。这个鸡胸肉都很好吃，我觉得这个鸡胸肉本身就很难烹饪，我一般都不爱吃这个鸡胸肉，但是因为它这个口味太重，啊，这个都有味儿，油都把它泡透了，这个泡的时间越长越好吃。本来点个小份就行了，我专门点了一个中份，就是给它泡一泡，拿回去吃。他家一个是钵钵鸡是特色，还有就是这个卤味是特色，这写的钵钵鸡100年老卤啊，咱不管是不是100年，反正人家敢写，咱就敢吃。但是啊，这个味儿还有这个颜色看着真不错。怎么吃呢？蘸着这个干碟辣椒，先尝这个猪耳，这个干碟厉害，肉眼可见的味精鸡精大颗粒，成颗粒状。这老板专门给切的这个猪鼻子。豆干，这个豆干是先熏过，然后再卤的。啃猪蹄儿直接上手，你就看这个色，哎呀，入味不入味？它这个筋道只是口感，但是啊很入味。一般这么入味都炖烂了，但是人家是又筋道又入味。老汤到底是不一样，纯香纯香的。